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您亲自点赞赞助播出的节目《亚当球鞋》，欢迎大家。布克一代从曝光到发售，热度一直都非常高，甚至可以算得上是这2年在篮球鞋市场上面热度最高的篮球鞋之一。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因为它这一个复古的外观，这神似 Air Force One 的外观，不管是谁看到都得迷惑。这样的鞋型加上现在布克有一些已经上脚了，但是还没有正式发售的配色，真的太犯规了。如果你只是为了它的外观想买一双用来压马路，不在乎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那直接买就是了。但是我建议你尽量买大一个尺码。当然，我相信在座各位观众老爷们应该还是想着这一双布克一代是不是可以做到实战以及日常穿着这2方面都能够做到兼顾的，对吧？那小当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在重量方面，虽然它的鞋面使用了大量的皮质材料，但是重量表现十分出色，单只42.5码的重量做到了360克左右，而且整体的重量布局合理，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非常棒，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至于它的脚型适配，耐克的鞋楦依旧出色，宽度适中，适用于大部分的脚型，即使是宽脚的兄弟也可以选择它。但是宽脚的兄弟我还是建议你们在购买之前尽量先去试穿一下，再决定要购买什么尺码。我的脚型属于正常略微偏窄一点的脚型，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5，在长度方面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因为这一双鞋依旧使用了这种尖头的造型，而且它的鞋头对于我们的脚趾确实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挤压，依旧存在着一定的母外翻现象。介意这一点的兄弟还是要考虑清楚。而且这一双鞋和之前那些有母外翻的篮球鞋不太一样，这一双鞋是有着极强穿搭属性的一双篮球鞋，一定会有不少兄弟会穿它出去逛个街走走路什么的。之前的那些鞋头比较尖的篮球鞋，我在测评里面都说，只要不是长期穿着，那母外翻这一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但是这一双鞋的定位本就是一双用来兼顾球场内外的篮球鞋，这样就多少有一些尴尬了。确实，这种尖头的篮球鞋在打球的时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一点大家在运动方面的表现。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它的尖头造型更加利于脚趾的发力，它的造型在突破时也确实会比我们一些传统的篮球鞋有着更为顺畅的蹬地感，鞋头处所产生的对于突破时的阻力会比传统的篮球鞋更加轻微一些。这个设计我觉得对于实战方面绝对是利大于弊的，毕竟一个连我们这种搞实战测评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的问题，耐克会看不出来，对吧？你们不会真的觉得耐克不知道怎么去设计篮球鞋吧？ Come on， 人家可是有着一个运动实验室的，好吧？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双鞋是一双拥有着极强穿搭属性的篮球鞋，购买这双鞋的朋友一定都是想着想要一鞋多用，对吧？平时也穿，打球也穿，那这样这一双鞋就有一些问题了。那这一双鞋究竟应该如何去选择尺码呢？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母外翻了，那你选择正常的尺码就 OK， 不管是打球还是平时穿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现在双脚非常的健康，也不想要得母外翻，那就看你是更多的想要用来打球还是用来压马路了。如果你更多的是想用来打球的，平时不怎么穿，那就买正常的尺码就 OK。如果你更多的是想用来压马路，那我建议你选大一个尺码，相信我，好吧？当然，我的个人意见还是更加趋向于后者，因为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并不算特别出色，它还是更加适合用来作为一双日常穿着的休闲鞋。那具体是为什么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有哪些不足，哪一些缺陷？接下来我就来仔细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点，因为它的鞋面皮质材料的鞋面加上较厚的内部填充，这些确实都让它拥有了还算不错的静态包裹，前中后3段的包裹都还不错，而且舒适度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较厚的鞋舌以及内部填充让它的鞋面格外捂脚，夏天想穿它出去打球，捂脚一定在所难免。而且它的鞋面设计以及系带系统也都跟它的外观一样，非常复古，没有内靴，没有飞线，没有动态绑带，也没有动态鞋带孔。这6对传统的鞋带孔就已经是它鞋面的全部了。不管你把鞋带拉得多紧，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它的鞋面都没有办法
法提供给你出色的动态锁定。在做一些急停动作的时候，顶脚趾的情况非常的明显。在做一些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脚在鞋内也会出现十分明显的位移。这样的表现，我没有办法称它是一双出色的篮球鞋，甚至连合格都非常的勉强。穿它打球，脚趾真的非常遭罪。第二点，因为它的中底，全掌的 Cushilon 2.0加上后掌厚度还算不错的马蹄形 Zoom 球鞋自带的 Ocelite 鞋垫厚度也比较可观，一系列的配置都让它拥有了出色的脚感。它的脚感确实非常棒，完全不逊色于其他市面上任意一款复古篮球鞋或者是板鞋，而且它也有着出色的反应性以及缓震。前掌的厚度较薄，场地感表现出色，加上它合适的中底硬度，在突破时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完全不会有任何泄力的感觉出现，并且后跟的大容量气垫也让它拥有了出色的缓震表现。我180斤的体重，即使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情况下，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真的非常棒。但是打球不是只有单纯的直线跑动或者是起跳落地，更多的还是横向的移动，而这一双鞋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了这一个复古的外观造型，它在中底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妥协。外侧的中底造型异常的方正，内外侧虽然在肉眼上看上去一模一样，但是外侧使用的其实是一块硬质的 TPU 材料。虽然这一块 TPU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球鞋的侧向支撑以及中底刚性，但是这也同样让这一双鞋有了一个非常极端的防侧翻表现。中底的厚度以及硬度都比较适中，而且它还拥有着宽大且平整的大底，穿上脚之后，它的稳定性非常出色，4平8稳。但是，一旦开始动起来，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它有着一个极小的防侧翻极限角度，只要你的双脚稍微斜过去一点，它就会直接让你的脚崴过去，没有任何的缓冲。在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有一定畏惧的。穿上它，总感觉心里非常的不踏实，不敢去做一些大幅度的动作。虽然我在穿这一双鞋打球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并没有崴脚，但是它的防侧翻确实有着比较明显的问题，没有出色的脚踝力量，这双鞋你想都不要想，完全驾驭不了。而且在穿着一段时间之后，它中底的 Cushilon 泡棉会有一定的衰减，在衰减了之后，它的中底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前低后高的情况，后跟处的气垫脚感也会越来越明显，气垫四周的泡棉高度会明显比中间的气垫要低那么一点点。在正常穿着的时候，气垫的存在感十分明显，会有一种后跟不是太稳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算不上好。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看我在第一时间买了这一双布克一代之后，都想要拿着来试一试穿一穿。一些宽脚的朋友反映一穿上就会明显感觉到脚的外侧直接踩在了这一块外侧的 TPU 上面，非常硬，非常难受。而正常脚型的朋友们则都对它这一个方正的中底表示不感冒。穿上这一双鞋之后，他们中的一大部分甚至都不敢上场去实战去打球，我真的没有夸张。上述这2点就是我说它更加适合作为一双休闲鞋来使用的原因。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双鞋就不能拿来实战，它的整体强度出色，中底在除了稳定性之外的其他方面也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大底的抓地力也足够优秀，不管场地条件好坏，它都能提供给我们不错的抓地力，而且它的耐磨表现真的非常的顶，大底的纹路够深，粗度也还不错，橡胶的硬度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高达75。我手上的这一双鞋我用来打过室外，也打过室内，压马路也压了挺长的一段时间，大底的磨损还是比较轻微的，它的耐磨程度我觉得用来打水泥地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一双鞋对于我们普通的篮球爱好者来说，只能算是一双能够用来打球的休闲鞋，而不是一双能作为日常穿搭的篮球鞋，你懂我意思吧？那这一双鞋在什么情况下它的存在价值会比较高呢？那如果明天我要去外地出差，出差的时候可能会打球，但是我又不想多带一双鞋，那在这个情况下，这一双鞋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这一双鞋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不是一双在实战方面的优选。我希望你们能够懂我什么意思。这一双鞋我就不给它打分了，如果站在实战方面来给它打分，它的分数一定不会高。它确实有着出色的外观，有着非常强的穿搭属性，同时想用来打球也绝对没有问题，甚至你想要上强度它也能够胜任，只是在体验方面可能不会太好罢了。但是它现在的价格，我可以先买一双 Air Force One 用来日常穿搭，再买一双性能出色的国产篮球鞋用来实战，买完之后剩
甚至还会有多余的钱留给我们吃个饭啊什么的。那你会怎么选择呢？选2双鞋各司其职，还是选择一双布克一代，想着两者兼顾？它有着比 Air Force One 更为出色的实战性能，有着比普通实战篮球鞋更适合穿搭的外观设计，但是它永远没有办法替代这2者之中的任何一个。之前彪马其实也有过这种类似的产品推出，像克莱德 Hardwood 又或者是克莱德 All Pro， 它们都有着比布克一代更出色的实战表现，只是可能布克一代的外观更好看一些，更复古一些，又或者是它致敬的原型鞋款知名度更高一些，所以它才能有着如此空前的一个热度，也可能只是耐克的营销做得更好一些吧。这些又有谁知道呢？现在1000多的价格，我绝对不推荐大家购买。将来如果它的普通配色价格能在500左右，一些比较好看的配色在个700、800的样子，我觉得那时候啊才是真正值得购买的时候。那你呢？你愿意花多少钱把它买回家呢？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